陈平安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，不是普通的敲门声，是那种用拳头砸的，带着某种不容拒绝的力道的声音。门板在震动，门框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落在他的被褥上。平安，平安，起来，陈老太爷叫你。是隔壁二叔的声音，陈平安认得。他睁开眼，窗外还是黑的，是浓稠的，像墨汁一样的黑。他摸出枕头下面的怀表，凑到眼前。那只怀表是他从省城带回来的唯一值钱东西，银壳子上刻着一朵不知名的花，是临走时书局老板送的。表盘上的指针泛着微弱的灵光，时针指向3点。凌晨3点。陈老太爷在这个时辰叫人，只有一种可能。陈平安躺了片刻，然后坐起来，开始穿衣服。他的动作很慢，不是害怕，是清醒。在省城读了3年书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：遇到事的时候，越快越容易出错。慢下来，想清楚再动。平安，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陈平安应了一声，把最后一颗盘扣扣好，站起来拉开门。二叔站在门口，手里举着一盏油灯，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，眼眶下面是一圈深色的青黑，像是好几天没合眼了。走吧，都在祠堂等你。陈平安没有多问，跟着二叔出了门。7月半的夜风不凉，但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。不是臭，是一种甜腻腻的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腐烂的气息。陈平安在省城的时候听人说过，这是鬼节的味道。当然，他不信。洛关村不大，从陈家老屋到祠堂不过1炷香的功夫。但这一路陈平安走得很慢，不是因为路不好走，是因为他在看。他在看村子的模样。这个他住了24年的地方，在凌晨3点的月光下，呈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姿态。屋顶的瓦片泛着青灰色的光，一片挨着一片，像鱼鳞。月亮很圆，偶尔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，不是吠，是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呜咽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。7月半的月亮总是很圆的。平安，跟紧了。二叔。祠堂到了。洛关村的祠堂坐落在村子的正中央，坐北朝南，3进3出的院子，青砖黛瓦，是村里最气派的建筑。快走，时间不多了。大门敞开着，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，有人影在灯光里晃动。陈平安踏上台阶的时候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二叔应了一声，侧身让陈平安先进去。祠堂的前厅里站满了人，不是全村人，但该来的都来了。族长陈老太爷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长袍，手里拄着拐杖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他的旁边站着陈半仙村里唯一懂规矩的人，60来岁，瘦得像根竹竿，手里捏着一叠黄纸，低垂着眼皮，不知道在看哪里。两侧站着各房的长辈2叔、3叔、4叔，还有几个陈平安叫不上名字的远房亲戚。他们的表情都很一致严肃，沉重带着一种陈平安熟悉的东西。那种东西叫如释重负。平安来了。陈老太爷抬起头看着他呀。今日召集各位，是为商议族中大事，族规不可违，凡违者严惩不贷。望各位深明大义，勿生异心，否则家法伺候。坐。老人的眼睛浑浊，但不失威严，声音不大，但前厅里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陈平安知道这不是让他坐的意思，这是让他站好的意思。他站在原地没有动。族人们，今日宗祠议事，干护我陈家100年基业，如此方能春香火光耀门楣。切记，和为贵，家和万事兴。平安，你今年24了，在省城读过书，见过世面。有些话我不说你也明白。洛关村的规矩立了200年了，10年一次，雷打不动。今年轮到你陈家了。陈平安没有说话。规矩你是知道的。为山老爷办一场冥婚，你家出长子就是你了。10两黄金，事成之后1分不少。你妹妹小何，村里会帮你照看。你爹你娘的坟，村里年年祭扫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前厅里安静极了，所有人都看着陈平安，目光里有同情，有庆幸，有一种微妙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。我已在此等候多时。陈平安开口了。我不信山老爷。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。陈老太爷没有动怒。你信不信不重要。他看着陈平安，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，像是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。规矩在不在才重要。规矩是人定的。200年前定规矩的人，骨头都化成灰了。但规矩还在，因为不守规矩的人，骨头也化成灰了。陈平安沉默了。他不是在害怕，他是在算。10两黄金，够他和妹妹在外面生活10年。离开洛关村，去省城，去任何地方，只要离开这个吃人的村子，他什么都能做。我答应。前厅里的气氛一下子松了。几个长辈长出了一口气，陈半仙终于抬起了眼皮，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里有陈平安读不懂的东西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庆幸，是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。陈平安看出来是恐惧。好，今晚就是正日子，你现在就去后院准备。陈半仙，你带他过去。陈半仙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后院走。陈平安跟在他后面，穿过一道月门，走进祠堂的后院。
后院比前厅小很多，但格局更复杂。东西两侧是2排厢房门窗，紧闭门板上贴着发黄的封条。正对面是一间大屋门，开着，里面灯火通明，隐约能看到贴着喜字的灯笼。平安，进去吧。半仙，我自己进去。是。陈半仙在大屋门口停下来，侧过身示意陈平安自己进去。进去之后，陈半仙的声音很低，低到只有陈平安能听见。有3件事你要记住。陈平安看着他也。第一，今晚子时拜堂，拜完堂你就待在里面，不要出来。第二，不要点灯，灭了就灭了，不要点。第三，陈半仙停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用词。陈平安等了片刻，确认陈半仙没有第4件事要说，然后走进了大屋。他狠狠记住第3条，不管听到任何声音，绝不能回头。大屋被布置成了喜堂的模样。桌子后面是一面巨大的喜字红纸巾，边在烛光下泛着妖异的光泽。两侧的柱子上贴着对联，上联“百年好合”，下联“天作之合”，横批“喜结良缘”。一切都和普通的婚礼没什么区别，除了一个细节。八仙桌的旁边立着一尊纸人，这不是普通的纸人，是一尊纸扎的新娘。陈平安站在纸新娘面前看了很久，他在省城的书局里读过一些杂书，知道纸扎是一门手艺。好的纸扎能做到形神兼备，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它是活的。但眼前这尊纸新娘不是让人觉得它是活的，它看起来就是活的。进去之后，喜堂的角落里还立着其他的纸扎。4个丫鬟，2个仆人，1顶轿子，2匹马。陈平安深吸一口气，在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他要等。3天之后，他带着10两黄金和妹妹离开这里，再也不回来。时间过得很慢。蜡烛在燃烧，烛泪一滴一滴的落在烛台上，凝固成乳白色的疙瘩。窗外的月亮在移动，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，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斑。陈平安没有看纸新娘，他盯着对面的墙壁，看着墙上那面巨大的喜字，在心里默数着时间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更夫敲了3更。子时到了。喜堂里的蜡烛在同一瞬间熄灭了。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同时按下了所有的烛心，黑暗在一瞬间吞没了一切。陈平安坐在黑暗中一动不动，他听到了脚步声，不是从外面传来的，是从里面。从那尊纸新娘站立的方向。
传来了一种细微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移动，在活过来。他不信鬼神。陈平安的手握紧了椅子的扶手，脚步声停了，然后是另一声音。纸张摩擦的声音，沙沙的，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地面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直到陈平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他能感觉到，不是因为声音，是因为温度。面前的空气变冷了，不是凉，是那种阴森的、深入骨髓的冷。冷得他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的竖了起来。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在靠近他的脸。陈平安没有动。他记得陈半仙的话，不管听到什么，不要回头，但没有说不许抬头。他慢慢抬起头，月光从窗纸透进来，很淡很薄，但足够让他看清面前的东西。纸新娘站在他面前，他的脸，那张画上去的脸变了，那个笑容，那个浅浅的挂在嘴角的笑容变了。陈平安看着那张脸，看着那个笑容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这尊纸新娘和他刚进喜堂时看到的样子不一样了。他在看他也。陈平安的喉咙发紧。他不信鬼神，他不信，他不信鬼神，他不信。但此刻，在这个黑暗的喜堂里，在一尊会动的纸人面前，正在一寸一寸的崩塌。纸新娘伸出手了，她把手伸向陈平安的脸，动作很慢，慢到陈平安能看清每一根手指的弯曲。纸做的手指碰到了他的脸，凉的不是冰凉，是那种没有温度的凉。突然，纸新娘说出了4个字：“你回来了。”陈平安的后背猛地撞上椅背，他只知道自己现在的后背贴着冰冷的墙壁，眼睛死死盯着那尊纸新娘。他站在原地，歪着头看着陈平安，那个笑容还挂在脸上，但多了别的东西，委屈，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，终于等到了想等的人，但那个人却跑了。他要出去，他要离开这里。他转身朝门口跑去，门是锁着的，他拉了一下没拉动。开门！快开门！门从外面锁死了，和他说的一样。他出不去。陈平安靠在门上，慢慢滑坐到地上。喜堂里恢复了安静，没有脚步声，没有纸张摩擦声，没有窸窸窣窣的任何声音。他抬起头，看向喜堂中央，纸新娘还站在原地。他转过了身背，对着他面向那面巨大的喜字。他的红嫁衣在月光下微微飘动，像是有风吹过，但屋子里没有风。他不是来娶亲的啊，他是来赴约的。一场等了不知多少年的约。蜡烛没有重新亮起来，月光从窗纸透进来，把整个喜堂染成了惨白色。陈平安不知道坐了多久，也许是半个时辰，也许是1整夜。
时间在这个地方失去了意义，他能感觉到背后冰冷的门板面前纸新娘的背影。他没有转身，没有走过来，只是慢慢的一寸一寸的消失在了黑暗中。第一声鸡鸣从远处传来，撕破了凌晨的寂静。陈半仙站在门口，低头看着贴。晨光涌进来似的，他睁不开眼，门开了。第1页过去了，还有2页。陈平安抬起头，看着陈半仙。回去休息。他想说什么，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，发不出声音。今晚再来。陈平安坐在门口，看着晨光一寸一寸的漫进喜堂，照亮了角落里那尊纸新娘。纸新娘恢复了她刚进来时的样子。他告诉自己，昨晚的一切都是幻觉，是黑暗，是恐惧在脑子里种下的暗示。他睁开眼睛，再看一眼纸新娘。但陈平安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一个他昨晚没有注意到的细节：纸新娘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朵纸折的花。这花进来时并不在，这颜色不同寻常。陈平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，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扶住路边的树或者墙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这感觉像根刺，拔不出来。纸新娘手里的那朵纸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他脑子里，拔不出来。他进门的时候，陈小荷已经醒了。他坐在堂屋的桌前，面前摆着2碗稀粥和1碟咸菜。哥，看到他进来，他站起来，嘴唇动了动。小荷，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。到底怎么了？陈平安看着妹妹，忽然觉得喉咙发紧。我没事。陈平安走过去，在桌前坐下，端起粥碗喝了一口。哥，粥是凉的，小荷不知道等了多久。他们说你要在祠堂待3天，那里面真的有？没有。我在省城读了3年书，这些事我比你清楚。小荷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小荷犹豫了一下，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贴。陈平安接过那张纸，展开，是一幅画，画得很粗糙，线条歪歪扭扭，像是小孩子的手笔。但陈平安一眼就看出了画的是什么。一个女人穿着红嫁衣，站在一扇门前，门是黑色的，上面贴着一个喜字。女人没有脸，不是被涂掉了，是没有画。这是你画的？在应该画五官的位置是一片空白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的？小荷点头。我没学过。小荷的声音更轻了。但我醒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这张纸。他还说了什么？谁？你梦里的那个女人。小荷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。他说，小荷的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。告诉你哥哥，我等了很久了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桌面上，落在粥碗里，落在小荷苍白的手指上。
一切都很正常。正常的早晨，正常的阳光，正常的稀粥和咸菜。但陈平安觉得冷。哥，不是身体冷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冷。陈平安把话折起来，塞进怀里。没事儿，你吃饭，我去躺一会儿。小何，他站起来，走了2步，又停下来。这几天不管谁来敲门，都不要开。陈平安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。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画，又看了一遍。红嫁衣，黑门喜字，没有脸的女人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昨晚在祠堂里，纸新娘的脸是有五官的，但她的脸上没有表情。不是面无表情，是没有固定的表情。她的五官会变，他亲眼看到的。眼睛会睁，大嘴角会上扬，头会偏，画上去的脸怎么可能会变？陈平安把画放在桌上，躺到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他需要睡一觉。他需要想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需要冷静。陈平安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，不是做梦，是真的有人在敲门。今夜注定不平静，必须做好准备。他坐起来，窗外的天已经暗了。谁？他睡了整整一个白天。是我。哎，时辰差不多了。陈平安看了一眼桌上的怀表。昨晚我出来之前，有人进去过吗？门外沉默了片刻。没有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一夜没睡，就守在祠堂门口。二叔，我问你一件事。陈平安的手放在门栓上没有动。陈平安把昨晚的话说了出来。门外又沉默了。什么花儿？纸新娘手里没有花儿。陈平安的心沉了一下，他拉开门看着二叔。听我说，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。相信我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家族着想。现在跟我来。洛关村的黄昏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，太阳还没完全落下，但山的影子已经盖住了整个村子。陈平安走在去祠堂的路上，看到几个村民站在路边看天，他们的眼神很奇怪，不是同情，不是好奇，是一种你还在啊的表情。他走到祠堂门口的时候，陈半仙已经在等他了。老人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道袍，手里还是捏着一叠黄纸。进去吧。但今天他的脸色比昨天更差，眼眶下面的青黑更深，嘴唇发白，像是一整天没吃东西。陈半仙侧过身，让出门口。纸新娘是谁扎的？昨天晚上，她在动，她在笑，她叫我的名字。陈半仙的手抖了一下，那叠黄纸从他手里滑落，散了一地。他看着陈平安，眼神里那种复杂的情绪又出现恐惧。你听到他说什么了？陈半仙的声音发紧。
他说你回来了。陈半仙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白了，白的像他手里那些黄纸，像祠堂里那尊纸新娘的宣纸皮肤。他后退了一步，靠在门框上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没有发出声音。陈半仙，他是谁？陈半仙闭上眼睛，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石头。我怕的。陈半仙睁开眼，看着陈平安。不是他是谁，我怕的是他终于等到你了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弯腰捡起地上的黄纸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今晚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跟他走。不要跟他走。陈平安站在祠堂门口，答应着看着陈半仙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。跟谁走？纸新娘？他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祠堂的门。喜堂和昨晚一样，八仙桌，喜字红烛供果，一切都没有变。角落里立着那尊纸新娘丫鬟，仆人轿子马一个不少。陈平安走到昨晚坐的那把椅子前，没有坐下。他走到纸新娘面前，她就在那里，和今早他离开时一样。柳眉杏眼，樱桃小口，嘴角挂着一个浅浅的笑。他的右手垂在身侧手指间，夹着那朵纸折的红花，花还在，不是他看错了，不是幻觉。手伸到一半停住了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他看到了别的东西。